经常讲川普啊，就像是疯狗浪一样啊，无可预期，而且坦白讲呢，可是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现象。那假如能够透过以拖代变，譬如说这种透过法律战的这个方式，把时间拉长，说不定美国期中选举完，川普就马上被弹劾嘛。他自己说，那假如输掉的话，他可能就马上就会面临弹劾。在川普上台之后，而且川普那么强势的我们看他从去年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于到现在的刚公布的国防战略、军事有关美国战争部，他都不断的在提巴拿马。那所以其实川普这样，他甚至于就是说，他搞不好就是会说，哎，你这个违反当初我们要美国要交易，他甚至于军事占领都有可能的，因为他完全不在乎其他国家的看法。好，回到节目这一趴的重点还是在中南美洲哈，我们来看的是巴拿马最近有一个事情啊，最高法院在1月29号他们判决。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啊，就是长和集团啊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缩写是 PPC， 它所持有的运河两端港口，太平洋入口的巴尔博雅港，还有大西洋入口的克里斯多巴港，那两个港的合约都是违宪的，就相关的契约被最高法院判无效。PPC 呢，从1997年开始啊，就经营这两个港口啊，这两个港口其实是非常重要，有非常大的转运量。那合约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是延期，再往后延25年。这次最高法院的判决呢，是宣布延期25年，这个当初所定的协议，这个合约呢，缺乏合法程序，所以呢，构成违宪。中方已经由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30号回应，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中方企业的权益。哈，这个时候突然被判是违宪，而是从最高法院来判定这个合约是违宪。哈，是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巴拿马现在这个时候，因为碍于刚刚讲说在中南美这边的地缘政治考量，所以选择先站队，是这样吗？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跟川普的影响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1997年当时的这个长江和记实业，这个是李嘉诚的公司嘛。那97年的香港其实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地方，就是虽然回归了但是它并没有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分支部分。那个时候，我相信全世界对香港的经营应该没有感到太不放心。那他当时签了25年，25年就是到2021年的年底。理论上，其实巴拿马是可以拿回来重标，可是也蛮奇怪，就是巴拿马就直接续约25年，这个听起来也不太合理哦。但是这里面我说有一些蹊跷的原因，是因为李嘉诚的这个集团应该是闻到了味道不对，所以在2025年的3月，他主动说我的股权，我现在经营巴拿马的这个经营特许权，我要卖给美国的这个贝莱德公司 BlackRock 公司。贝莱德。对，结果这个公司后来这个被中共说不行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一阻止了以后，我看美国如果在那时候已经川普执政，我觉得川普应该不会对这件事情善罢甘休，因为美国一年的总航运，它的总货轮有40%的船要经过巴拿马运河，所以川普对这一条河是非常 care 的，他不是还说还要收回这条河，那怎么可能会落入中国的手里？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后面是有一个运作的逻辑，让美国应该是有对巴拿马施压，然后巴拿马又顺势觉得你做这个自动让你延期这件事情应该是违宪，而且这个公司积欠了巴拿马政府12亿美元的税金，这也是事实，所以他就拿到了这些把柄之后，他就把这个经营权给收回来，而且妙的是，他目前给暂时来经营这两个港口的公司是丹麦。这个丹麦最近跟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也处不好，我觉得美国有一点放这个利给他，就马士奇公司，它是属于丹麦，所以我说这里面为什么有一点点玄机，因为你从这个轨迹看起来太不合理了，怎么刚好是丹麦？全世界这么多公司，下这整盘棋的，我认为是川普政府，我认为是川普，对 ，OK， 有这个影子在哈，对，看起来好。那现在中方已经由他们的外交部先表达了初步的回应哈，就是会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中方企业的权益。但现在大家也在问的是说，北京方面既然对这件事情开始重视了，那所谓的采取必要措施，要确保中方企业的权益的话，它初步可能会有哪些反击的手段呢？这我听起来啊，就好像是国内政治人物被整的时候，他说我保留这个法律权利一样啊。这当然这讲的话是空话了，我个人觉得是空话。那有没有什么实质手段？所以是说，
讲是空话，可是当然他一定会有具体的这个反制，先表明态度立场，对他先表明就坚决反对。我在中国的一个态度，基本上是先把这个立场先讲出来。当然做法当然绝对是我们可以，他绝对会有很多管齐下。怎么讲？第一个当然是纯粹从希望能够是不是在法律上面，虽然已经被宣布违宪了啊，是不是在所谓纯粹在这个在所谓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体系，就是巴拿马国内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透过他在这个巴拿马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有没有翻盘的一个机会？那当然，第二个还是一样法律，就是从国际法上面来讲，你可不可以就等于是说你等于是说，透过自己国内片面的这个宣布，然后来推翻所谓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合约。但是实际上面合约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想这就留待法律上面去谈。不过我就是说，像这一件的这个事情啊，以前都没有宪法的问题，但怎么现在川普上来之后就会有宪法的问题嘞？对，所以这就很明显的是什么？这不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纯法律的这个，不是单纯的商业，或者是说在法律上的争议。所以这根本是非常清楚的，这不是。所以这时候当然就是你只要是所谓依法来讲的话，这就有空间，不管是先从这个巴拿马的国内，以及在国际法，它可以从法律上面可以双管齐下。当然，第二个也是透过所谓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影响力，影响这个巴拿马的这些国内的这个政治人物发挥。不是有那个，我记得不是之前他把那个什么牌楼倒了，把它拆掉，然后又中共抗议之后，马上就再盖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第二个当然就是透过中国在巴拿马的这个影响力啊，在国内政治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希望看看是不是能透过政治的力量啊有所翻盘。那当然第三个就是什么，以拖代变啊。我经常讲，川普啊，就像是疯狗浪一样啊，无可预期，而且坦白讲，那可是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现象。那假如能够透过以拖代变，譬如说这种透过法律战的这个方式，把时间拉长，拉到说不定美国期中选举完，川普不就马上被弹劾嘛？不是他自己说，那假如输掉的话，他可能就马上就会面临弹劾。那即使不是在今年，那在所谓的川普在剩下的这个3年的这个任期，反正就是打法律战，把这个所谓的用时间来换取空间，然后用这种拉长的这个时间，我相信啊，美国的就是川普的，即使是共和党，即使是凡是上来了，我想也不至于是说会像川普这样子，这种完全是我说完全不可预期，而且是完全不在乎这个这国际法以及国内法，国内法你看他想要宣布紧急状况，他就宣布紧急状况。这就是我想问老师的，就是像这种单纯，比如说是商业或者是说合约，这个契约都已经明定好啊，甚至包括说我们到期了，然后往后再延25年，它单纯的可能只是一个商业上，当然现在不可能这么的单纯，它已经有了政治力，而且是国际政治力的介入哈，这是合理的吗？是，这当然。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啊，这就是很摆明的，就是很现实，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是说，其实法律上面法律你本来就是可以从正面跟反面，甚至于就是说有所谓的这个法律的漏洞，还有你本身的这个延长的这个期限。更何况当初这个我记得是卡特总统任内的时候，把巴拿马运河交还，就是交还给巴拿马，这有一些条件在里面。是理解。所以在这些条件的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我就讲，在川普上台之后，而且川普那么强势的，我们看他从去年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于到现在的刚公布的上礼拜就是前一阵刚公布国防战略军事有关美国战争部，他都不断的在提巴拿马。那所以其实川普这样，他甚至于就是说，他搞不好就是会说，你这个违反当初我们要美国要交给他，甚至于军事占领，再回去军事占领都有可能的，因为他完全不在乎其他国家的看法。这个地方对他来讲是必拿的一个据点哈。所以这时候所以其实这时候
透过宪法的方式啊，反而是给巴拿马政府啊比较还有面子啊。对，不是说我到时候我直接派兵我就把你占领掉。所以接下来要观察重点就在于说，这个巴拿马运河哈，其实它是攸关于中美两强，我们讲 G2。不只是在经济利益，还有包括更重要的是战略关键地位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哈。所以两强在巴拿马运河上的竞争，接下来要如何博弈啊？我们先拉回到这个事主哈，这个公卿变事主，那事主当然就是长江和记黄埔的这个实业集团，那也就是李嘉诚哈。对于李嘉诚来讲，是解套还是被牺牲？你觉得？对李嘉诚来说，毫无疑问他是被牺牲了。那当然，对于这个违宪判决，对于巴拿马政府来讲是解套。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面对川普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压力之下，然后因为其实川普认为就是巴拿马把今天等于算是把这个巴拿马运河包租给了这个长江和记实业，其实已极度不满了。那这个时候，今天以巴拿马角度来说，面对美国这么强大的压力，我先宣布你这个合约违宪，好，即便你在后面可以像老师所说的进到这样的法律战的这样的阶层，至少我对你美国在态度上有了交代。就是香港大公文汇网最近报道，中国大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2司的负责人，他表示说，他们注意到李嘉诚长和集团将和美国贝莱德签署巴拿马港口的交易协议，所以呢要依法进行审查。南华早报3月28号也引述了跟长和集团相当接近的消息人士指出说呢，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将不会按照原计划在下个礼拜签署这个交易的协议，就是等于是把巴拿马运河的业务呢卖给贝莱德至少是暂缓交易哦。好，虽然说这个大公文汇网还不到央视这种层级，就是它是权威的这个发布层级，但是呢，有2家亲北京媒体呢都已经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是中国大陆中央的方针。李嘉诚的长和他出售全球43个港口权益的最终协议本来是设定在4月2号这一天之前要签订，但现在意外有可能被终止或是暂缓，这等于是习近平呢让川普本来想要吃的这个鸭子给飞了啊。那么中间的转折到底是什么？委员，我认为第一个就北京的确是被这个李嘉诚这个集团一个 surprise attack，一个奇袭，北京应该是完全不了解。他长和集团就李嘉诚应该完全没有跟北京先商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报纸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了嘛。如果有商量了，这个北京一定会这个消息一定会走露出来，完全没有。那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北京觉得他受到羞辱，所以北京的愤怒里面，第一个是觉得他受到羞辱，你好歹是我香港一个公司，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第二个就是说，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本来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布局，对，你现在在23个国家、45个港口，你就这样子一夜之间要把它卖出去，那我怎么办？因为港口很重要，你有港口的管理的权如果落在别人手上，尤其那个一直怕你中国大陆爬上来的美国的公司的手上的话，很可能就不是商业考量在做决定，这里面可能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好，有这个全球的这种战略的布局的考量在里头。那这样的中国大陆可能就不好过。你的船要进入港口，你要装卸什么样的货品，我觉得都有可能会受到干预。对所以美国，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想法绝对认为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商业的交易，这里面一定有美国的战略上的考量。然后就某点来讲，你李嘉诚就是等于出卖中国，卖国贼，然后你就投向了这个美国的怀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北京觉得非常生气，而且非常的担心它的整个的全球的布局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大陆可能觉得说，美国现在正要跟我谈判，川普还没有来，可是很多事情在酝酿的，其中一个就是港口巴拿马这些港口这些问题是他认为这个事情至少要升高到国家的层次，由政府跟政府之间在做交易，在做买卖，在做取舍。你现在突然间你就一个晚上之间把40个港口丢出去，
那我手上有什么筹码跟川普来谈呢？没错。那我现在不是任凭川普来宰割了吗？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筹码，现在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北京对李嘉诚是非常的不爽，原因在这里。现在问题要讲过来，就是说，本来4月2号要签，这个备忘录已经签完了，要签正式的合约，你4月2号没有签，是延后签还是就是签不成了？因为如果签不成了，还有一个问题。那你长河集团会不会被罚？对，你罚的钱如果是很高的时候，违约嘛，你可不可以违约啊？有违约金，你要怎么来承受这个事情？好，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是你不交纳，美国是怎么样？现在变成美国脸上会挂不住。那以川普的个性的话，他一定会采取行动，要有所报复。那让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这种关系一夜之间本来就已经很坏的关系，那会掉到谷底啊。对，那这样一个结果会是什么？我们不要吃瓜了，当吃瓜的群众站在旁边，我认为那个冲击会很大，搞不好连台湾都会在里头。哇，这事情真的没那么单纯啊！而且其实光在台面上你就看到说，北京方面已经拿出了说国企停止跟长河集团的合作。可是我们看到是台面上，那台面下怎么样去提醒长河集团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应不应该当知道一些？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哈，好，那么但商界看这个事情都觉得，哎呀，这个没这么复杂啊。像政界也是，美国的前亚太驻青啊康达他就说呢，北京应该把这一次的出售案视为是个人的，就是私人交易。如果试图干预啊，中国大陆恐怕会面临美国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风险。那国务院发言人 Bruce 也说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方面的评论，对于中共对这次收购案感到不满，我们并不意外，因为呢，这将会削弱他们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控制。其实从他这句话就知道了，这事情不是商业这么单纯了嘛。这个就已经讲说削弱他们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控制，这就已经是个政治了哈。所以 Ross 啊，你觉得现在川普以他这么爱面子，那除了逼退巴拿马，就是中国大陆参与巴拿马的一带一路啊这个部分，破坏他们的战略计划之外，接下来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再施压来逼迫的？逼迫巴拿马吗？逼迫巴拿马也逼迫巴拿马有很多选择，可以制裁政府官员，可以制裁巴拿马大企业或国营事业等等，可以一直公开呼吁巴拿马不要依靠中国之类的动作。其实美国有很多选择，所以巴拿马还不能认为他们是 OK 了，因为刚刚有讨论到这个交易案，就是把港口巴拿马两边的港口卖给 BlackRock 的，目前会暂停了。所以巴拿马真的是不能认为这事情都 OK 了，他们真的还要担心美国之后的动作，因为对巴拿马运河这件事情川普是完整的，他不是开玩笑或讲空话。他真的认为这个运河是在中国控制之下。虽然我们都知道，第一不是中国政府、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巴拿马运河，我们都知道是香港公司长河，他们是经营两边的港口而已啊。但是在川普的眼光里面，这个就等同中国在控管巴拿马运河。所以除非长河真的撤资的话，川普政府就不会放弃这件事情。这个长河真的是吹皱了一池春水啊！他们本来以为他们有找到一个出口，但是后来没想到是中国中央政府说 no。这夹在中美两强中间，怎么可能会有单纯的呢？你一定要先思考非常多的层面。所以你也看到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28号哈，那当然，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会面，就看到在北京呢。会见了40多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高层啊，其中呢有4家是来自于美国，15家来自欧洲，5家是来自亚洲，那1家是来自南美。这当中看到有包括 FedEx 啊，美国联邦快递，还有英国的制药大厂就是阿斯特捷利康，另外就是沙地的这个阿美石油，还有渣打银行、德国宾士啊、日本日立啊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那么，习近平在会中也表示说呢，仅向所有参与跟支持中国发展的外国企业表达衷心的感谢。当然，也希望呢外资企业采取务实行动，不要盲从各种干扰全球
产业供应链安全稳定的行为。他特别强调说，外商企业呢贡献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3，工业增加值的1/4，税收的1/7，创造了3000多万个就业的机会哈。北京现在是不是也创造出一种就说需要你，但是呢我同时也在防范你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怎么看，姜老师？还有就是，当然习近平会这样说啊，当然也是告诉美国，就是不是只有你有棒子跟胡萝卜吧？其实我们要看一个背景资讯哦，就是中国在去年有去做一个以本币计算的外国直接投资的 FDI 的计算，它其实是年减27.1%，然后是创了就是创了1990年以来最大外商把钱流出去，大概流出了1680亿美元。流出中国，那其实你各位去解读中国的新闻，其实可以看习近平的讲话，它里面的内容越提什么，就是表示说他们越想放出什么样的消息。是，其实除了刚刚主持人讲的那一段之外，他有一段我觉得特别有趣，也是值得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他说，希望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发出理性的声音哦，采取务实行动，抵制各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还有再是希望外资企业不为浮云遮望眼哦，不盲从各种干扰全球产品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的行为。这第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那第二个，他特别强调说什么？对于中国的外资企业，理应保障其国民待遇哦，做到法律适用上一致，地位待遇上平等。那还有一个就是加快建构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整治一些领域的内卷式竞争。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放消息给外资说啊，我知道我们哪里有问题了，那请大家快快归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市场，统一的市场，对，那希望大家能够回到中国的怀抱。香港首富李嘉诚，他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3月5号宣布呢，以190亿美元的价格要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在内，总共海外有43个港口，要卖给谁呢？美国基金巨头贝莱德，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黑石集团所代表的这个财团。大公报就对此呢怒批李嘉诚，说李嘉诚背叛中国人。而大公报21号再度的刊登文章，奉劝李嘉诚的关系企业还有个人悬崖勒马，停止交割。另外，大公报也强烈的指控说，这桩买卖看似是普通的商业行为，但必须以复杂的大国博弈背景来考量。贝莱德是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它背后呢跟美国政府甚至是川普是密切的联系的。因为呢，只要取得巴拿马运河两大港口，美国就能够进一步巩固全球航运网络的控制权，压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华尔街日报》也特别就针对这个事情在日前有特别一个报道，说这打乱了习近平的计划。因为呢，习近平团队原本是计划把巴拿马的港口问题作为未来跟川普政府来谈判的筹码，所以呢，也就丢了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去思考。好，现在这个交易已经谈了，也签了，但是呢，这个交易的日期预计最晚在4月2号要完成。可是交易能够撤回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想请教王老师。另外，刚刚特别提到说，习近平的计划被打乱了，本来是要拿来跟川普做谈判筹码的。那大陆方面原先是怎么想的？您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李嘉诚把这个23个国家的40座港口是中国香港除外用220亿美金卖给美国了那当然就卖给这个美国的这个贝莱德公司BlackRock， 这个是美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个其实是如果真的成交了以后，就是美国在这个全球的战略物流基地事实上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枢纽地位，也是川普念兹在兹，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了那因为这个这个巴拿马这里面两个港口，一个北部叫 Crisboa， 一个是一个是 Balboa， 这两个是一个北部一个港口，南部一个港口，就等于是连接太平洋跟大西洋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算是重要的枢纽。对，重要的枢纽，它大概占全球6% 的这个海运的货物。中国21% 的货物是经过这个巴拿马运河，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中国当然还是有机会反制了，就是说我可以牵扯到反垄断法来。
来堵住这个李嘉诚。第二个是我可以透过这个，比如说在中国一些监管来讲这个 BlackRock 在中国的一些相关的利益，同时呢，利用透过“一带一路”来寻求新的港口。那李嘉诚其实也是很难为，因为我今天我在欧洲、在美国有庞大的市场，那我怎么去对付美国这个国家机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也是不得已哈。第二个是，其实我们再次看到李嘉诚真的很厉害，在地缘政治下总能精准的掌握他的一些动向。那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制了，就是说前面几个看看让他可不可以有效的做一些稍微降低他的一些影响力，因为这次中国真的没有直接介入，因为不像是过去的那个 TikTok 哈，或者是这个华为，对，因为它这是境外的商业利益，不是直接就是一样，所以他透过一些报纸、大公报来做反制。但是因为这是境外的商业利益，他也很难直接插手。不过他刚刚我们讲反垄断、监管、一带一路，还是有他的工具在了。不过川普就是告诉你，这个就是在大国博弈的时候，川普是厉害的角色，狠角色。为什么？他都是先喊先赢，做无本交易。你看，说格陵兰岛，他先喊。就两派人就开始不同，他就反而是支持川普得到好处啊，这个也是他先喊先赢，所以告诉你，川普是政治的狠角色，他在大国博弈里面先喊先赢，做无本生意。对，但是有一个看法是说，当这个交易公诸于世之后呢，大家想说，哎，那他们就会把 TikTok 跟这次的长河这个卖巴拿马的港口来做比较，说。TikTok 都能够挡得住这个美国，尤其是川普这边的压力，为什么你长和集团、你李嘉诚挡不住呢？那难道只是因为你觉得为难，夹在这个地缘政治的情况之下，你不得不做的决定呢 ？BBC 分析说，北京在处理像是我们刚刚提到字节跳动、TikTok 呢，还有华为的孟晚舟事件的时候呢，都是不仅直接表态，而且呢下场透过就是甚至是直接通过各种手段来介入，比如说在 TikTok 的禁令之中呢。出台规定禁止出售核心算法，另外在孟晚舟被拘押之后呢，更是拘留了2个加拿大人作为谈判的筹码。不过这次很奇怪的是，在长和卖港口的这个事情没有直接的介入，也没有直接的发生，而是透过刚刚讲说大公报来批评这个李嘉诚。好，美国总统川普呢先前来接受福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他就谈到说不介意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是川普。什么时候会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人见面？他就表示不介意在6月跟习近平举行峰会，这也被外界称为说这个6月，因为他们2个都是6月生的是生日峰会，来个2国元首会好了。好，那但是现在发生的这个巴拿马这个李嘉诚卖港口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2国元首的6月的见面会？您觉得？我认为这会变成讨论的议题之一。因为你看中国大陆已经。我们讲到的，如果是有人打麻将的话，叫中途蓝湖，蓝湖，对，你好啊，对你这个什么190亿美元的，这包含43个港口，里面也包含巴拿马运河，你怎么就这样子就把它交易卖给贝莱德了？怎么这样子？我中途蓝湖2个，第一个，你这是违反反垄断法；第二个，这是违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并购法，违反中国大陆的法律。这就是蓝湖，你就先停止。我这个由习近平跟川普来谈，是这样走法律面。因为走法律面的话，这个是就有的拖了。我们知道走法律面就慢慢大家来谈吧。对，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把巴拿马运河视为国家战略资产，就是战略资产，你怎么可以要说卖就卖？要通过国家的特许，你没有经过国家特许，怎么自己可以卖？当然是李嘉诚没有做私人财产，但是问题是。国家战略资产对，就没那么简单了，很重要的。对，那我认为现在就是说，习近平在他手上握有哪几张牌？你不要到时候跟那个泽连斯基一样，那个川普队的泽连斯基一样，有 no card，你没牌了，你没筹码这样。有，那这个大家可以来谈，对不对？中国大陆一直在抛美债，现在7800多亿元的美债是中国大陆，以前是1兆多啊。那我这个美债不抛，我还再买一点吧，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在抛，那我不抛，我要出资来买美债。第二个，我们来看国际情势，俄乌战争是不是目前要告一段落？对，中国大陆的立场是很重要的，维不维和或者美国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如何，要靠中国大陆来配合。没有中国大陆来配合，那俄罗斯可能不是川普压得住哦，
他现在是很强势哦，牵着那个川普走哦。你看看这个普丁是这个样哦，是他因为他占上风啊，普丁喊停，对不对？普丁喊停就是停，川普喊停是没有用的，要看普丁喊停不停。是这个问题。24小时，我川普喊停，但是普丁不停了。我认为还有一个，我们讲中东局势蛮混乱的，中国大陆可能也可以扮演之间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国际形势。我们看这两个区块。第三个，我们来看贝莱德在中国大陆有大量资产。中国大陆抓到你要配合，你没配合，你要硬要吃这个巴拿马运河，我这个你在中国大陆这相关的投资，你要小心一点，我要掌控，对，是这样子。最后一个，我认为去美元化，因为金砖货币，中国大陆说，那我这个可以暂时摆一边，我仍然以美元为主，这是中国大陆它手上还是有些这些筹码，它可以说灵活的运用，所以它是能够跟川普来谈的。而且刚刚将军讲到有一点是在俄乌方面的部分。美国现在发现，在谈的时候，不管对乌克兰也好，对俄罗斯也好，好像卡住了哈，有一点被拖住了，对，好像不是那么好谈呢。川普自己也承认呢，确实啊，对他来讲是一个挑战嘛啊。那当然，这个拉回到刚刚提到说，那这个巴拿马运河，李嘉诚把它卖了，这个港口的部分，会不会变成就是川普拿来跟中国大陆习近平谈的一个筹码之一？彭博也报道说，大陆官方已经开始调查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在此之前呢，大陆也依据相关法规合法终止过包括多项这个违反反垄断法规的国际并购案啊，像是新思科技呢收购涉及这个航天仿真软件以及5G啊，收购这个 Ansys， 还有包括呢英伟达就是 NVIDIA 啊收购麦洛斯啊，还有呢美国印材。对于日本国际电气株式会社达到3.5亿美元的收购案呢，其实之前就已经透过法规就是阻止过了。但这次呢，这个港口的买卖，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这好像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外交角力啊。那现在呢，大家都在拿牌啊，川普现在手上有牌，习近平手上像刚刚将军讲的，也不是没牌，我也有的是牌。可是现在川普就说，那我现在又拿回了一个巴拿马的牌，我要来跟你谈，怎么看？我想这个应该会持续下去，这个很像我们看的就是在抢地盘那一种感觉了。但这抢地盘并不是用军力去抢地盘。过去来讲的话，可能我的军力比你强，你的军力比我少，用就是一个情况。现在的话变成是用经济，可是一般我们讲叫做并购这个概念，一般我们用词不会把它拆开来看，就是 M&A 啊。并的话就是把两个合并在一起，就好像你要去组一个家庭，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或是一个男生一个男生，他们喜欢，然后就并，这个才叫并。购的话就是说，反正我不管要不要，我就是有钱比你多，我就是要把你买过来。所以现在川普的一个做法跟大陆的做法大概是这一个情况，就是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反正我就是要把你买过来。那这个买过来的话，我们又会看到现在大陆它一个做法是防卫型的，因为你对我来讲是一个敌对的购买。因为我不想卖给你，可是你不卖给我不行，那至少用防卫一个情况的。将来的话，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友好的话，不过这个友好的一个并购看起来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抢地板不就是不再用所谓军事，透过这样的话去在世界上重要的，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它那个航道，从过去到现在航道还是很重要的，对，也就是巴拿马这个航道或是哪一个航道，从400多年前、100多年前到现在。巴拿马跟情况是没有变的，但是现在只是用并购，而是用购不用并去买。NBC 在3月13号就报道说，为了要实现川普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目标，白宫方面已经指示了美国南方司令部制定扩大巴拿马驻军方案。而在此之前呢，巴拿马已经25年都没有美军的驻防了。那么除了重启驻军之外呢？川普也不排除美军以武力来夺取巴拿马运河，但是不是要动武是取决于巴拿马军方的同意合作的态度而定。如果同意合作，那当然好谈；不同意，那可能就换另外一个方式。好，巴拿马的外长呢已经对此表示他强调巴拿马仍然坚定捍卫自己的领土、运河和主权。这条运河属于巴拿马的人民，以后也会是如此。Ross 先请教一下，你觉得川普真的会动用武力吗？未必吧。你又要我预测川普的决策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今天节目的主题嘛。从美国的思维感觉上是，就是大欺小嘛，不是吗？很难想象川普真的会用武力来接管巴拿马运河。第一，
川普本人也不太想动用美国的武力。从他第一个任期，我们有学到这个东西。比如说那个时候，他要从Syria 撤军了，从阿富汗他也想撤军，所以好像他个人的想法是他不太想动用美国的武力，不管是在世界哪个地区了，包含巴拿马。所以或许这个是他谈判的风格，他下一下，对，他就让巴拿马担心美国真的会用武力，而且我也相信，虽然我最近几天没有看到民调，但是我相信一般美国人也不太支持美国再动用武力。美国人已经对美国去国外打仗已经太累了，因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20多年了，而且重点是巴拿马，巴拿马又没得罪美国。但是不能排除有一些事件会让美国人很不满意，或让川普总统不满意。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在美国大使馆外有示威者，在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外有示威者攻击大使馆，那或许川普会认为我们该动用武力，或者如果美国公民在巴拿马受害。那或许川普会因为类似事件发生，就会说必须要捍卫美国人，那他就会动用武力，所以也有这些不能排除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最近大家在讨论一件事，说为什么川普这么想要赶快拿下巴拿马运河的实际控制权？这个跟川普要接管格陵兰是一样的想法，他觉得是利于美国国家安全，而且他认为。运河他一直说，巴拿马运河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对不对？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是香港公司在两边有经营码头，而且他们刚刚也决定要出手，对不对？但是川普真的是认为，香港上公司就等同中国的控制了，对，所以他真的是认为对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那么重要的一个运河，怎么会在中国的手上？所以他真的认为美国该接纳。不过这个真的是除了巴拿马，还有包括你刚刚提到的格陵兰哈，因为最近从他的发言当中，他不断强调的是不是美国的安全啊，是 international 的，是国际的安全，是为了国际着想哈。可是美国的民意会不会支持呢？这个刚刚你已经似乎也间接的回答了哈，他不 care 美国的民意，反正现在是国家安全至上。好，那但是我们进一步来看，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统计2024年巴拿马运河呢总共通行了11240艘船舶，货运总量超过了2.35亿吨，其中呢大约有2/3的货物是跟美国有关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显示出呢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是高度仰赖这条航道，不论是能源啦、制造业啦，还是农产品啊，巴拿马运河都是美国供应链当中关键环节。好，所以看得出来，这条运河呢，不只是在经济上，我们现在也在讨论的是，在军事上也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啊，对美国到底有多重要？对，我们都知道巴拿马运河它会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动脉，所以讲难听一点，如果没有这个运河的话，今天对于美国的经济啦等等啊，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它对于军事上面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话，过去他们说有2个战场，一个是太平洋，在2战的时候，要太平洋跟日本，然后另外一边的话是大西洋之战，他要去这个支援英国、支援欧洲，所以基本上的话，美国过去以来它的一个海军，它就是一个太平洋舰队跟大西洋舰队这2个地方。那可是其实今天就会想啦，我的船舰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个2个舰队的调动？因为其实战场上面这个刀枪无眼嘛，很容易。如果我船舰有什么损失的话，我不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派吗？那如果今天没有巴拿马运河，那我船舰要怎么办？我可能要绕一大圈。这个的话，时间就是金钱，那更不用说油料啦，或者是战场上，它绝对是瞬息万变。所以其实在美国的一个军舰设计上面，他们都曾经有讲过一个叫做巴拿马限制。这指的就是指你的船身不能够超过巴拿马运河，如果超过的话，那你就只能乖这个绕这个远路了，你就不能去运用巴拿马运河。对，所以从一个船舰设计上面都会去考量到巴拿马运河的限制。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对于这一个美国来讲的话，在军事战略上面，它绝对会考量到巴拿马运河的这一个这个重要性。那现在其实说实在，从我个人会认为啦，川普他不管是格陵兰也好，或者是巴拿马也好，他今天需要的就是你们这些国家对我美国的一个选边站队支不支持、忠不忠诚，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巴拿马的一个议题，从1月那时候川普好像还没上任，还在这一个竞选的过程吧，他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消息，又讲到要针对这个巴拿马啦，要巴拿马要怎么样啦等等的。可是后来巴拿马政府做了一件事，他退出"一带一路"。宣布说，好吧，我就跟你这个中国切断关系，我就是要靠你美国了，你不用担心。可是其实即使他现在这样子靠过去美国，美国还是有这样的新闻，有这样的一个传闻。至于会不会做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还是有去提到说，这一个军方有可能会出动，取决于巴拿马军方是不是同意跟美国合作。所以其实今天就我这边跟一些美国的一些研究安全的学者，我们曾经聊过，我们就说。巴拿马都这样子了，你还想要做什么？你担心什么？他担心的当然有人是说，有可能这个运河的权在中国上面，可是这是一个金融商业问题啊，你没有必要这样子大动干戈，把部队就拉进去嘛。那他们跟我讲了一个比较值得去思考，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你今天无法去保证的，就是说，今天巴拿马的这个军方有没有办法有效保证运河安全？所以其实，在巴拿马的军力当然是不能跟美国去做相比。美国也认为巴拿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认为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是说，今天的话，他跟中国的关系不是你巴拿马愿意，也不是中国要，可是底下的一些人民的，就是刚刚有说可能对那个大使馆啊等等，那你有没有可能对于巴拿马运河制造一些破坏？不用说什么爆破，这个太夸张。你一个船还什么出一点状况，对，因为大家我们可能记忆犹新嘛。那时候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大排长龙这个事件，有一艘船好像有点状况。对，类似的状况，如果在巴拿马运河这一边，而且巴拿马运河它是靠着这一个水的一个方式去突破那个水的高度、水位调整去做这样的。如果只要一个精细环节，只要有受到一点点的损害，有可能就会把美国的这一个东西岸这一个大西洋舰队跟太平洋舰队中间沟通的大动脉切断，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说，他现在会想要完全的去掌控巴拿马运河，是有他自身的一个海上的战略的一个规划。而且归根究底啊，其实他针对的是他最主要，他认为是头号竞争对手的中国大陆哈，这如同芒刺在背一样。那前面也谈到说，美国呢这个买下了巴拿马运河啊，我们指的就是说在3月初，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这个香港首富李嘉诚他旗下这个长江和记实业，因为在3月初呢，他们宣布把全球数十座港口的业务呢都出售给美商贝莱德集团啊。但也有媒体报道说，其实啊，这个贝莱德集团是在前面啊，那后面呢有一个真正的买家，是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最大货柜港口邮轮公司，叫 MSC 集团，地中海航运集团。但不管如何呢，这次交易当中呢，看到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像巴尔博亚港还有克里斯多巴港呢，其实都被卖掉了。北京当局在沉默1周之后，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3月14号就突然转发香港大公报的评论，痛骂李嘉诚。他说呢，李嘉诚出售这个港口业务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确实，我也看到一些分析有看法是认为说，李嘉诚就顺水推舟一下哈，反正就是趁机套利，正好呢就夹在这个中美这个竞争之下，然后呢落袋为安。真的是应验了一句话，这商人无祖国啊。那刘老师怎么看呢？因为这对于中国大陆在推动"一带一路"上面，它可能会造成的冲击是什么？怎么评估？这有好几个点可以看哈。你当然看到李嘉诚好像说这次他在赚了不少钱了，但也有分析是讲说，你想这个港口是稀有资源，稀有资源就不能够被替代的。我今天卖了以后我就拿不回来了，是哦，所以它其实损失还蛮大的，所以蛮大的。那你能不卖吗？啊，你先不要讲说是李嘉诚，你说像这个 BlackRock， 我们讲这个贝莱德，贝莱德为什么领先要买？贝莱德他管那么多的资产那么多钱，以前我讲凡是有钱的这公司，他都跟政府合作的非常好。以前跟拜登在推行 DEI 的时候，他花了多少钱就推行这个多元、平等、包容，对不对？那川普上来说 DEI 不要，那我就说我要洗一下嘛。我这过去我支持那么多 DEI， 我表示说，我现在不支持 DEI 了，那我对这个川普政府呢，我是效忠啊。那我就领先，我就赶快就把这个买下来。那后面当然有政治嘛，因为买的也快，卖的也快。那商业谈判有这么快的吗？啊，那这么多的东西打包一起买的这么快，那必有原因嘛啊。
这原因，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呢，我越来越感觉上门罗主义的复苏啊。你看，不管他对哥伦比亚，他对洪都拉斯，他对巴拿马，一个都非常凶，对不对？非常凶。所以呢，如果说这是我美国的势力范围，那不只是巴拿马，你中国的很多人进来，你都得准备打包要走了。所以中国大陆有些学者，比如说前凯港。对不对？前凯那个就那边这秘鲁的前凯，那不习近平他去年年底他就刚去说啊，这个启用这个有没有问题？那现在西方媒体也报道说，比如说是在智利的这个天文观测站，中国大陆在他们就是太空争霸，在拉美的很多的观测站有些签了以后呢，可能美国压力就讲说，你这个是不是就不要签了？不管你说是港口，不管观测站啊，不管你说“一带一路”，如果我美国今天讲说用门罗主义在这个精神再拿出来，这是我的势力范围，那你中国过去我们忽略了太久了，那你现在要走。所以大陆上的一些学者、一些分析也在考虑说，那下一步是什么？对，怎么反制啊？对，你说怎么反制？我想几乎没有办法反制。你把李嘉诚吊起来骂一顿有用吗？对不对？你除了骂你看，而且大陆上也非常有意思，他隔了1个礼拜才反应。这我也在看他为什么没有很快反应。你有很快反应，就证明说，那就是我政府、我中国势力进来嘛，对不对？他要强调说我不是中国势力嘛，商业行为嘛，那是巴拿马自主啊，那我也没有干预，那你没有干预，你干嘛？你北京中央你发那么大脾气呢？所以后来他就透过大公报，就是比较是间接的侧翼来骂，他不可能真的骂就表示这事情就上升到国家的一个层次了。所以大家都戴个白手套，大家都在玩一个势力范围的重化，所以过去的概念重新又出现。那巴拿马呢是敢怒不敢言。巴拿马哪有什么办法？以前诺瑞加的巴拿马独裁，才记得美国就派兵把诺瑞加抓去，抓到美国关起来以后，结果但是他有 guts， 他说我不穿囚服，我穿军服。他说我不是囚犯，我是战犯，但是你还是被关起来啊。对，美国说进去，抓走就抓走了。川普有一个行为模式，也就是先放狠话，然后呢，最后有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放话的目的呢，当然就是逼得他的对手要采取行动啊。而每一次川普的口头威胁呢，背后都有他的目的跟动机，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么单纯。像对格陵兰、对加拿大啊、对巴拿马，甚至呢是这个手法都是如出一辙。可是你也看到，偏偏就是有效果。我们就拿巴拿马来说啊，在川普扬言说要拿回巴拿马的运河控制权之后，也看到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在2月6号，他正式宣布退出“一带一路”的计划，就是不再续约了，而且也表示说已经告知了北京。中方则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北京对巴拿马的决定深表遗憾，并且敦促巴拿马排除外来干扰。林健呢也对美国透过施压胁迫的手段来抹黑破坏“一带一路”合作的行为表示坚决的反对。看似美方在外交上好像是拿下了第一胜，但是恐怕这个结论还言之过早哈。现在看到川普用胁迫的方式让这个巴拿马呢主动宣布要退出“一带一路”，感觉上如果这个尝到甜头之后，会不会如法炮制这种模式，逼着更多的国家也退出“一带一路”？那大使怎么看？我想当然这个是外交互相挖墙脚嘛。美国现在除了这个巴拿马运河以外，其实美国一向认为中国大陆的力量进入中美洲，也是就是美国的后门啊。它国内一直多有维持，因为这边跟美国的地理环境啊，就是说地缘政治关系非常密切。那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啊，除了跟巴拿马，这些都是过去跟我们的邦交国啊。那过去一段时间大概都外交转向，都跟中国大陆建交哈。那所以大陆在这个美国的后门，事实上已经建立了桥头堡。当然没有什么军事的目的，可是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关系发展都很快。是。那当然中国大陆现在跟这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一个联系架构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架构。那他希望他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能够加入“一带一路”。那“一带一路”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应该是就是说，应该是中国大陆参与世界的一个模式，也是中国大陆用庞大的基建能力跟过剩的基建的产能啊，跟第三世界的需求来结合。那甚至在资金上面，中国大陆比如说这个
这些亚投行啊，还有就是新开发银行啊，都是除了有这些合作项目以外，另外还有融资的能力，提供融资，提供融资。所以这个模式事实上是非常成功，也很成功的将中国大陆的力量带到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很多合作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巴拿马事实上的话，美国是希望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能够全部切断吧。我想，所以巴拿马事实上的话，它宣布它要退出"一带一路"。我想在这个中美洲地方的话，可能会有国家会跟进。那这边当然是美国在施压啦。不过巴拿马会这样做，我也觉得就是说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巴拿马这个国家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总统被美国的陆战队直接进巴拿马，把他抓起来，叫 Noriega， 直接抓起来送到美国的监狱关到他死为止啊。巴拿马人也没抗议啊。对，所以这个国家可能就是说，他对于美国的这种不讲理的蛮横的压力他基本上他是逆来顺受惯了。对，而且我觉得目前为止的话，他能够保住巴拿马运河要付什么代价，而且是别人的代价，我想他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抗拒的。就目前执政的这个巴拿马总统来讲，他是比较亲美的那可是很难保是说他在未来下台以后接续他执政的到底是立场是亲中还是亲美？不过我们看到，在川普逼使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的同时，也看到这2天呢，他在华府和日本首相石破茂进行了元首会。那最近呢，日本真的也成为了中美两强在外交角力上的这个角力场根据法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呢，像他看到这个自民党的干事长森山裕，还有公民党的干事长西田实人2个人呢，最近分别就以密使的身份，带着石破茂的亲笔信函到中国去访问，也带回了习近平给石破茂的亲笔回信。而这个信中呢，有提到说，希望不久之后举行中日的首脑会谈。好，那当然，这个石破茂先见川普，接下来应该就是要尽快的来就是见这个习近平夹在中美两强之间有办法两面讨好吗？蔡老师？两面讨好的话，这个对石破茂来讲会有一点点的一个风险。当然，石破茂去见中国的领导人的话，应该是顺理成章，因为他已经先见了川普嘛，然后再去见北京的领导人的话，日方跟中方跟美方的话不会有太大的一种意见。可是的话，两面讨好了，这会有点难度，因为最近石破茂对中国的一些政策的话，事实上在日本比较偏保守派的人的话，已经有一些反弹的声音了。也就是说，你最近的那种角度好像有一点偏的太多一点点，所以石破茂有点再修回来。其实他去见中国领导人的话，问题是你去见了之后，你能够拿回什么，而不是说你让了什么。因为你拿的跟你上次所说的，如果是没有改变的话，你的一个声望可能就会往下掉。那日本想拿回什么？想拿回什么的话，就是他跟他们讲我们的水产，就是因为核灾的一些问题、核处理水问题的话中方说要开放，可是的话到现在只是说要开放。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的牛肉还是不能够输出，或是所谓的稻米的问题。还有一个，他们是一再要求，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小孩子会被杀？那另外一个可能他们的人为什么会被抓？这些的话，中方都没有一个比较偏正面的一种做法，他有一些回应，可是还是都没有给正面的一种答案。这是日方一直想要，所以即使石破茂去见了这个的话，你要拿回成果。如果说都只是口头讲讲，都拿不到成果的话，我想石破茂应该会变成是有一点灰头土脸。所以在中美之间想要左右逢源，一个字难。好，川普其实呢，当然这个见了石破茂，等一下我们会有进一步的分析就是包括听听看他讲了什么，因为最后呢有一个会后的联合声明的记者会。那对内呢，也看到川普正在大刀阔斧的在做整顿因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由马斯克主导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呢，正在大幅度的削减政府部门的人力跟支出，而且还向自愿离职的员工提出了这个买断方案。什么是买断方案？就是2月6号以前主动请辞的联邦雇员呢，将会享有8个月左右的薪资补偿。相关雇员的薪酬跟福利呢，也会持续到今年的9月30号。而到2月5号下午的统计呢，已经至少有4万名的联邦雇员接受这个买断计划，主动辞职。路透的报道更多他说有6万人。但不管是4万人或者是6万人呢，其中有2万人
是 CIA 中情局的雇员。不过令人吃惊的是说呢，这个 CIA 他们是第一个率先响应买断计划，允许内部员工自动请辞的联邦机构。好，那联邦这个机构他们的雇员自动请辞，川普的政府官员也坦言说呢，这个方案正好是鼓励让那些反川普政策的人另外找出路。而在画面上，你看到这个新任的 CIA 局长叫做雷克里夫，他认为呢，这将会有助于把 CIA 打造成一个更积极、更强硬的情报机构，为 CIA 注入新的能量。所以也可以说是 CIA 要进行一个大换血啊。可是为什么川普会把 CIA 内部的这种反川势力当成是眼中钉呢？过去川普公开是批评比较多的单位就是 FBI 联邦调查局，不是中央情报局。但是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或者他在去年竞选的时候，有很多前 CIA 情报员甚至前局长都有出来公开批评他，有签公开信说我们支持核警力，不支持川普，我们觉得川普对国家安全是一个好大的威胁。所以，因为这些前局长或前情报人员有上很多节目，一直批评川普，川普不会忘记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苗头指向这个 CIA。所以他真的觉得，虽然过去他比较公开批评的单位是 FBI， 但是他不会忘记很多前 CIA 的官员都是批评他了。所以，不管是 CIA 也好，或是 FBI 也好，川普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进行一个大清洗，要把所有。他如果可以的话，就把所有的都换成他自己人，是这样。其实，川普认为，所有的联邦政府单位，不管是哪一方面，包含 FBI 跟 CIA， 都是深层政府，都是非常反对他了。所以他会一个一个来，不只是会在这个时候关于 FBI 或 CIA， 之后其他的部会也有会受到川普的这个 focus， 然后会希望他们可以进谏。那 Russ 你怎么看？刚才我们讲说，这个 CIA 的新任局长他认为说这一波的大换血、大清洗，反而更可以打造出一个更积极，而且呢更强硬的情报机构哈。所以未来 CIA 在收集情报跟比如说进行这个间谍行动的话，你觉得他们的焦点会出现什么样的调整？他一定要配合川普的想法，对不对？虽然他是新来的这个局长，但是川普总统说或 Elon Musk 说 CIA。要减掉很多官员，那当然这个新任局长必须要配合，对不对？他必须要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了，他没办法，对不对？他刚上任，他不能批评川普总统，对不对？那之后会怎么影响到美国收集情报或怎么报告给总统？这个是很大的问号。但是我可以相信，不管是 CIA 或其他的政府单位，美国政府单位，当然我们会认为从外面看，我们都会认为资源太多，人太多，花太多钱。可以精简一点了，我基本上是可以接受及支持哦。情报单位换了这么多的人这个将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大使您觉得？这个情报单位，这个说他会反噬啊，对不对？他们事实上的话，就最近有一个计划公开啦，就是跟甘乃迪的遇刺好像有点关系啊。对，所以情报单位在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它这个有 FBI， 有 CIA， 有陆军情报部、空军情报部，所以它有一个情报总监，所以它要协调所有的情报部门。情报部门的话，就基本上的话，比如说像我看过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 因为他在旅馆被那个枪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那个美国的纪录片是把那个影射是陆军情报部办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各个单位有他自己的情报部门，那这里面就变成就说情报的使用基本上，它在美国的内部政治里面，它能不能保持中立是很重要的。是，它对外当然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杀人放火什么都在干的啊，就是说还有颠覆别人啊，或者说这个灌输一些美式价值啊。那这些都是在干的，可是问题就是说，它有一个底线，就是说你不能介入你国内的政治。所以今天那个我觉得川普就讲说，那个 Politico 拿了好像 CIA 好像几百万美金他们每个都调查出来，因为今天川普还在记者会讲说，他说马斯克那一群小朋友那小朋友有的好像才10几岁，
对，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那种电脑天才，还有几个甚至在学的，还在学的。他说他们做得很好，因为他说他们的效率非常的高，抓出很多案子，那都是应该是不管是 FBI 也好 CIA 也好，都是好像超越了在国内政治上应该保持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基本立场。那川普今天也讲说，他说里面太多 corruption， 就是说腐败的问题太严重，很多钱不见了，还有很多钱是怎么样？是别人编给你，然后你又编交给某一些政客，所以这个中间哈，这个里面有点洗钱的这种味道哈，那就是说让人听了匪夷所思。然后呢，所以他要整顿了。所以川普基本上就是说他2点就要整顿美国情报机构。第一个就是你们没有维持中立，你完全变成民主党打击共和党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工具，你政府你应该在政党政治里面，政府的机构你应该维持中立，没有，CIA 出钱让人家去打击他，对，他说他查到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很多，他说这里因为黑洞嘛，情报机构的预算很多是不会公开的，对不对？那个机密。那比如说县民的钱好了哈，你会公开你的县民是谁吗？不会啊。我说我有10条县民，我每个人1个月要发他2万美金。他不可能给你收据，很多都是黑箱嘛，而且他都是单线作业啊，这个线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就变成这里面就需要这些情报机构本身的自律跟它的内部制衡，要不然这个钱花起来事实上是很多问题，都是不透明的，对，所以川普是指这2点，了解。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你下手这么重，这些人都是站在暗处，你总统站在明处。你有没有看到美国的总统啊？美国的政治的暴力是非常非常严重的。